你可能会用 Claude 想标题、写脚本、整理思路，你也会用 Canva 设计封面、简报、媒体图。但如果这两个世界没有接起来，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很忙，可产出没有真的很快。所以今天这支视频，我想讲一个更成熟的用法。很多人现在用 AI 最大的问题不是不会用工具，而是工具之间接不上。不是单独看 Claude，也不是单独看 Canva，而是看他们怎样组成一条完整的内容生产线。Claude 就会负责把这个想法讲清楚，而 Canva 就负责把这个想法发出去。Claude 比较适合做的是思考层和架构层，例如帮我们做这个选题想法、脚本大纲、标题方向，或者重写内容。它的强项不是替你有品味，它的强项就是把混乱的想法变清楚。而 Canva 更适合做的是表达层和发布层，例如帮我们设计页面、做这个 presentation 或者网站的 UI。尤其 Canva 在2026年4月16日推出 Canva AI 2.0之后，已经不只是作图工具，开始变成一个对话式 agentic 的创作平台，可以帮我们从想法一路走到发表作品。Anthropic 在2026年4月17日发布 Claude Design，明确说 Claude 可以做 prototype、slide，还有 one pager，而且可以 export to Canva。同一天，Canva 也发文说，他们把 Canva Design Engine 带进了 Claude Design，让 Claude 里的 idea 和 draft 可以无缝变成 Canva 里可编辑、可协作、可发布的设计。所以你会发现 Claude 很适合前端思考，Canva 很适合后端呈现，所以他们两个可以很好的一起搭配起来去使用。这件事很关键，因为它代表一个趋势，AI 工具不再只是各自强，而是开始连接起来。你不只是问 AI 一个问题，你是让你的想法在不同工具之间流动。Claude Design 是需要用到 Claude 最新的模型 Opus 4.7，所以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那如果你想先免费使用这个 Claude 加 Canva 的组合，你可以来到这个 Claude 的官网这里，只需要在这个 Customize 这里点击这个 Connector，这里我是已经添加了这个 Canva，如果还没有添加，是需要按这个 Browse Connector，然后在这里可以添加这个 Canva。添加过后，我们的 Claude 就会有 Canva 的这些功能。要使用的时候，记得在 Connector 这里打开这个 Canva。像是这里，我就要帮我设计一个结婚的海报，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关于这个海报的设计，然后把关于这个海报需要的资讯都给他，这样子连不会设计的人都可以设计出一个很美的海报。之前这些步骤是分开的，现在你可以直接在 Claude 里面直接完成。那谁最适合这套组合？我觉得有3种人特别适合。第一种，个人创作，你要想标题、写内容、做封面，全部都要自己来。第二种就是那种小团队，你们没有很完整的 copywriter、designer、editor 分工。第三种，卖知识产品或服务的人，例如顾问、教练、课程创作者、媒体经营者。你们最需要的不只是做出东西，而是很快把东西表达出来。那不太适合谁。如果你做的是极重品牌、极高审美要求的大型活动，这两个工具还是更像一个加速器，不是完整替代。但对大多数创作者来说，他们已经很够用了。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最重要的一句话，Claude 加 Canva 的价值不是他们两个 AI 工具叠在一起，而是一个负责把内容想清楚，一个负责把内容做完整。当你把这两个位置接起来，你会开始拥有一条稳定的创作流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次视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